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其实还是美中之间的战争啊，这关税战目前呢稍稍暂歇。好，美国现在讲了说，哎呀，我其实呢就是回到那个10%，然后再加上芬太尼那20%，目前就是30%，90天我们继续谈。但是什么？但是中方这一次是有退让的，他完全开放了中国市场。他在接受 Fox 的讨论访问的时候，他讲说呢，这个算是他最重要的成绩之一。虽然还没有写成白纸黑字，但是中国是同意的，同意开放中国。你看，中国愿意为我们开放他自己了。但其实真的是这样吗？美国媒体是怎么讲的？《华尔街日报》的讲法就是说呢，其实是因为他的手法不一嘛。你对于友邦跟对中，目前看起来你对中国还比较友善一点点嘞。而且呢，美国人现在针对于痛苦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因为这些种种的原因，经济上面真的没办法了，金贝瑞啊，所以你才会对中进行收敛嘛。CNN 则讲啦，说，你怎么自己去纵火，然后再跑下来救火灭火，好像都是你的功劳吗？其实呢，用这个中华文学的讲法就是什么就放毒的也是他，解毒的也是他啊，全部都一功劳，都一丢。好，可问题来了，现在这个从145降到30%，贸易暂时收兵，这会是永久的吗？当然没有，90天嘛，对不对？中方现在一个善意的回应是什么？商务部讲了，暂时解禁45家的美国实体，也就是说呢，现在对的，那这一些有关于先前禁止、限制、制裁的，我们就先把它拿出实体清单里头。但是我们对美的反制措施仍旧有效，因为大家都在讲这一次中方有让步吗？特别是在稀土这一块，目前看起来其实他们没有变动。要观察的是，到底川普后续会怎么讲？怎么做？但是民间反应很热烈啦。据说呢，那一天才刚宣布完双方的宣言之后，电话马上就响了。好，包括了说爆单潮。港口可能下个星期出货高峰，因为你还需要制作期嘛，所以呢，半夜接到电话之后，90天里面他们讲能出多少就出多少。那现在呢，中国输往美国的货柜的预定量也已经激增了，将近有3倍之多。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义乌这边已经有商户讲了，说接下来15天要怎么可能。好几班哈，每天不知道3班4班这样子轮班啦。反正美国客户急着下单，我们现在其实本来应该是算淡季。但是现在呢，有可能第2季变旺季，原因是因为这90天不出货，难道你要等90天关税涨吗？另一件事是。特斯拉他们也松口气了。特斯拉其实有很多的零组件、零部件呢，它是从中方这边进货的。稀土这边可能还没完全放手，但是至少你的零件的部分可以再恢复从中方制货。那现在呢，大家都开始先囤一些吧，毕竟你不知道这个放手会放多久。但是这一放手，有一个产业，它还是希望政府多想一想。农业，其实这一次呢，他会放手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些农业州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告诉大家，美国大豆协会的主席他讲了，减税是对啦，但是美国大豆在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仍旧面临着几乎是2018贸易战高峰的关税，也就是说，成本还是太高，还是太贵，还是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甚至呢，他们自己有一个农业顾问公司就讲了，说如果没有达成真正最后的贸易协议的话，那么美国大豆的出口量可能会下降大概有20%左右，甚至呢还有一个，这个是富比士巴西版的报道，强调说鸡爪其实呢也是美国出口的一个大宗啊，卖给谁？卖给大陆，卖给中国。现在呢，因为加了关税之后，会痛失中方的市场。那没卖中国能卖谁？没卖中国也没关系，如果你找到市场的话，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对于这件事情有好好的想过，找到解决方案。所以为什么要让我们放弃这个超过14亿的大市场呢？这个呢，其实是来自于美国农业州一些很真切的声音。可能这次川普听到了，所以呢，他现在有了一些修正。来请教一下亮哥，但他依旧宣称是我打开了中国市场。不然，因为中国大陆用的词是非关货币的一些障碍，大家都要解除嘛，可是这个是一个泛称啊，
因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在中欧投资协定之前，那本来没有对外开放的投资项目就会对美国开放，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他本来中欧投资协定都已经签好了嘛，对，那只是各国的议会没有审嘛，对不对？那里面有一些项目，其实中国大陆后来也在自贸区，他自己就开放掉了部分的项目了，比如说医院啊。那我认为美国不要急着说要去中国投资什么新的开放项目了，这想太多了啦。你先去顾你的被停止购买的项目了，这比较实际了啊。所以芬太尼那20%美国的关税啊，它实际上是有对照组的，是，只是中国大陆不是用对等关税来处理啊。所以有人说一个30，一个10，不是这样的。那个20事实上也是有相对抵制的项目哦，比如说天然气15%的关税哦，大豆也是15%的关税哦，所以大豆业者知道啊，所以这个要解就很容易嘛，把芬太尼这个先解一解嘛，那个15%就会不见了。当然是这样啊，那美国那20%也会撤掉嘛，可是我觉得美国农产品是比较急啦，对，因为农民要考虑要不要买新的种子啊，还有他那个仓库都满啊，会烂所以那个是有时效性的啊。那我觉得川普应该会优先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农民是他的选票啊。对，其他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会要求你要开放一些项目让我买啦，不然我再怎么买，这个贸易顺差不可能降低嘛。不过贸易顺差高达2950亿耶，买农产品、买能源能买多少啊？而且美国的能源世界最贵，我为什么要跟你买？对不对？所以你要拿一点别的东西让我买嘛，比如说那个黄仁勋的 GPU，H20要不要卖？2720你要卖就50亿耶，那很大的钱啊，不是吗？所以我觉得恐怕大家是先谈这个啊。那目前急单补单那是必然的，对，所以你看我们长荣海运，涨到240几嘛，对不对？那大家都租不到船啊，那未来的一个月内一定都是这种事啊，就是怕制造来不及啊，对，拼命补单，就跟今年3月一样嘛，对，不是在那个4月2号宣布前，那3月最后那一波，3月我们台湾不是也是成长的要命，是有点类似了，这个没有办法，所以现在美国的进口商、中国的出口商大忙特忙，那物流业也是大忙特忙，就是这样。是，来请教顺峰老师。这个前面1个月20啊，后面这个月撑10。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些细节上的事啊，我忽然这几天我很认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的事2天可以谈成？理论上是很难。我们的经验里，所以在这2天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上有个情况，就中美2国面对的压力，美国的压力比中国的压力大很多，因为美国的压力是历显的，因为它的政经社会结构那个压力是看出来，中国的压力啊，基本上它有能力在管控之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国的压力更大要怎么办？那老共又摆出了一副姿态，要谈就来，不谈奉陪到底。所以他必须把这一个奉陪到底这样的一个门去打开的时候，这是2天以前，到底美国向中国大陆提供了什么，让他愿意把这个门打开？这个我觉得才值得大家特别去关注的，因为这个战略问题，现在谈论的这些细节，这是属于战术问题。所以那基本的战略问题上，为什么他一来就提出了一个？开放市场是我这一次拿的最多的，为什么他要去吹这个牛？假若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美有开放市场的可能吗？假若中美之间还存在一个会有爆炸的炸弹，那你觉得所谓的开放市场2边都开放会有可能吗？也不会有可能。所以美国想享受中国大陆市场开放的红利，它需要一个双方会引爆的引进，某种程度要让中国大陆感觉到有拆除的可能。所以这2天
川普就冒出了一句啊，这个统一与发展，这个把台湾给吓坏了。和平与发展，这个把他给吓坏了。这统一跟发展，和平统一跟和平，对，统一跟和平，把他给吓坏了。那大家觉得会不会是口误？因为他喜欢大嘴巴嘛。但是也别忘了，他说要把加拿大变51州的时候，或把格陵兰要暂吞的时候，要巴拿马收回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说，妈的大嘴巴胡说八道。可是别忘了，当他讲了第2次的时候，第3次的时候，你发现他是往这个目标在走的。所以这一次啊，统一跟和平、开放市场这几个东西同时丢出来的时候，我们别忘了，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谁？他的名字叫台湾。对于中国大陆讲起来，什么都可让，有个东西不可让；对于美国讲起来，什么都要，就是一个营商最有利的资本主义的环境是他最要的。而这2个你把它斗扯在一起的结果，最大的问题就在哪里？不过我想想，所以假如有一天川普在冒出统一跟和平，有没有？请你不要认为他是讲错了。不，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因为有前面这一些，所以门才开得了。门开得了的时候，站在中国大陆的立场，那我只要我站得够住脚的地方，技术性的问题我能让，我就让嘛，因为我也要求你跟你平等的对待嘛。所以看这个问题上，可能我们大家必须要从这样的角度、大格局的角度去看。可能比在细节上，因为大的战略、大的格局解决了，这些细节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是，来请教一下严老师。首先我先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这个鸡爪的问题哈，就是因为我自己在美国中西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华人没那么多，那有一天跟家人去这个超市买东西，然后就买了鸡爪啊，那买了鸡爪以后，那个美国人就想。偷偷在后面看到底是谁在买，这样转来转去就想看这个你到底长什么样子，怎么会拿了这个好几包的鸡爪在哪里要钱吗？要钱，当然是要钱啦。但是美国人不会吃嘛，他就是便宜啦，不是就是便宜，而且美国人不吃辣，对他们不吃，所以就是说，鸡爪就是一个绝对要靠东方市场啊，不管韩国也好或中国也好。我觉得这个是会吃鸡爪的地方，美国人真的看了都怕对不起，我自己也看了不敢吃可是我太太他们那时候很喜欢吃这种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特定的一个农产品，就是以大陆好，大豆也是一样你今天大豆，因为东方人美国是种大豆是来喂猪但是东方是拿来做豆腐、做豆浆，有很多的用途。所以美国当然这个大豆在中国的市场是很重要。那我自己在中西部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无聊因为你从 Ohio 一路到 Iowa， 大概这个就是不是大豆就是玉米，就是那个都是那个田嘛。所以你又知道美国的产量、生产力又高，所以如果今天这个国际的市场没有稳定下来，那确实对美国的农民是很大的伤害那这些当然是川普的选民，但同样一般老百姓，我们大家都知道，4、5月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圣诞节的订货。对，那你现在如果不达成协议，川普说，请你们少几个娃娃可不可以？不可以啦而且每年都要新的东西，而且都要跟上特别是今年下半年，像以前这个 Elsa 最流行说每一个人都要 Elsa，那你不从中国大陆进口，你怎么办？所以大概是会谈成，但我认为说今天大陆跟他谈这么多最主要就是说大陆也希望能够赶快恢复他们的一个产能。那一旦这个开始，就会有一个正循环。那我觉得对川普来讲，当然他还是要可能可以跟他的选民讲，我原来其实就是30。我故意喊到145，还甚至赶到25，那最后还是回到我想要的这个数字。那这个他的选民是会接受的，川粉是他讲什么他们都接受嘛，跟我们某些团体是很类似的那我觉得今天看到他们这个谈，我很同意李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他们之前这个大概已经有很多的东西知道什么重要不重要，但是川普也很聪明，因为其实那个和平和统一
不是和平统一，是和平与统一啊，是 unification and peace， 不是 peaceful unification。那 peaceful unification 是北京要的，北京从拜登时代就一直希望那个拜登能够讲出这一句，他始终嘴巴就是闭起来，就是不肯讲嘛。那川普想说啊，我讲，可是我讲用的字方向不太一样啊，变成 unification and peace。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不必这么阿 Q， 就说哎。不是讲 reunification 啊，而是讲 unification。我觉得这也很无聊。但川普我们就知道他还是蛮聪明。我不按照你的，我把你这2个字拆开，但是你的意思达到了。那我觉得他可以两边都讨好，就是说，哎，我没有按照大陆的讲，那台湾也不必那么紧张，没有按照大陆给他的版本去宣读。但是呢，大陆也觉得我拿到了拿到最重要的一个字 unification 嘛。好，其实呢，川普是不是真的他自诩自己是很会做生意的人？来，这一次他去哪里？他去沙地阿拉伯，哎，谈大单了，开玩笑。好，这个一大单签下来的时候，回去又可以好好再炫耀一下。来，外交生意经什么？他就讲啦，过去那些美国总统不知道搞什么，来这边干预人家，对不对？我就不会这样，好不好？我强调的是做商业。做交易，美国不会干涉你们的事务啦，好不好？大家赚钱有钱，大家赚。这一次呢，其实他来到这边，这一位其实也算是他的好朋友啦哈。MBS 他其实呢，沙国王储全程当地陪之外，不是开玩笑的，他一下飞机去迎接他，甚至还会有。用开高尔夫球车载他到国宴的地点，然后呢签了一个6000亿美元，虽然川普想要是1兆的投资协议，甚至呢还给他一个餐车的麦当劳餐车，都是投其所好，完全呢就是让他觉得满满的尊贵感。但是实情是什么？美国媒体他们开始来帮他 QR 一下啦，侦查一下，说其实根本什么6000亿一半都不到，实际交易金额这个是《纽约时报》帮他算出来的，说才2830亿美元，而且还强调了说有几项其实就是他上任之前就已经筹备中的。另一个呢，则是讲了说都用他最喜欢的，比如紫色的毛毯啊，那等等这一些，那基本上呢，也有人就把它拿出来比一比，比谁？比他跟习近平2个人会面的时候穿什么？好，因为呢这一次说是穿拖鞋啦，好，这个拖鞋啊，上次见习近平的时候很明显嘛，这个是什么皮鞋？他就讲啦，虽然说中东这边大部分的时候还是穿拖鞋，但是不是某些时刻对习近平来说，好让那个尊贵感又更多一些呢？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觉得生意上面拿到单子才是真的，毕竟他真的签下了史上最大的飞机订单。好，说波音一次呢要买160架飞机，而且呢，波音最近就确实嘛，因为跟中国贸易战、关税战的关系状况不是很好嘛，最近才开始稍稍放行嘛。可是呢，这一些有没有可能让波音下一回在市场上可以完全填补回来？另一回呢，也是川普他讲了。我绝对面子会做给这个沙特阿拉伯。好，比如说啦，你希望我跟叙利亚这一边好好的见面，解除制裁。以前大家说绝对不可能，现在什么不可能都有可能的。25年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说呢，这个呢就叫做制裁他啊，他其实呢是一个集权政府，现在不是了。现在说解除所有的制裁，而且你知道他宣布之前，其实盟友不知情，官员也措手不及，根本没有人知道说他会这样讲。以色列应该气炸了吧？而且呢，这一次大陆媒体是这样看的，他来到中东就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因为他希望能够重塑整个中东，甚至呢解除叙利亚，帮忙释放缓和的讯号。这一切其实都是沙特阿拉伯他现在在一个迈向新的 Vision 2030他所想要的。而另外呢，则是大家讲了说海湾地区会不会是一个新的欧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外交政策特别提到了，说从根本来说呢，他认为中东政策他现在更关注的是投资问题，不是安全议题。这个其实呢，就跟他对欧洲是一模一样的态度，包括这一次来到了中东，去了那么多国家，3个国家，卡达也去了沙特阿拉伯也去了，联合大公国也去了，但没去以色列。可能以色列现在是真的有点生气哦，但你也不要以为沙特阿拉伯就真的压单边啦，因为呢，他同一时间也跟中国一起做商业论坛，签了一个40亿美元的大单。同时呢，习近平又再一次喊了全球南方，之后哥伦比亚加入了一带一路，但南美这边。巴西鲁拉不用讲了，他直接讲跟中国深化就不用怕被川普报复。而比较特别的是呢，古巴的外长现在也发声了，说美国模式不再是某种
标准的普遍标准，主要的原因大家都锁定的就是美国这一次所发动的这个关税战，让很多人无差别攻击，受伤很深。所以呢，在这一次会让更多人愿意好好的思考一下未来要怎么走。但是呢，亮哥这一局基本上外交出访第一次去中东。以往来说啦，美国总统比较少见，可是他这一次说我去中东是因为他要给我最大订单。我拿嘴巴讲6000亿嘛，可是美国媒体有实际把它列出来的真的有的项目加一加是2828，2828亿啊，那剩下3000亿跑去哪里了？我猜啦，可能是美债了。没有项目啊，因为你可以算出来嘛，军购1400多亿嘛，对，那你再把其他的项目加一加，大概就2828了，这种东西唬不了人的啦。美国有2家媒体，《纽约时报》跟 Axios， 这2家都是权威媒体，说我帮他算了一次，不到3000亿了，所以其他可能是金融投资了，因为美国确实有债券到期嘛，对，那旧债要换新债嘛，一定要有人捧场嘛。对，那这个沙特会觉得没有面子，就不要讲了，因为我看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啦，就是纯粹帮个忙这样啦。那也可能是短债，因为大部分都是拜登留下来的短债，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嘛，那沙特阿拉伯是不得不跟中国好啦，因为它26%的原油是卖给中国。而且它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这美国没有办法帮忙啊。所以你光是从原油第一大买家，还有这个基础建设的协助，就注定它跟这个中国的关系不可能太少了。那美国是这样啦，因为美国以前军售沙特都卡在以色列了，对，就是以色列会有意见嘛，所以我认为这次川普大概是豁出去了。F-35也会卖吗？我认为你不要小看，我认为他什么都卖，他要钱，他要钱，而且目前这个情况，谁会去打你以色列啦？沙特阿拉伯都跟伊朗和解了，谁会打你嘛？尤其是这群有钱的老爷们，怎么会去打你嘛？这3个国家都是最有钱的，谁打你呢？当然他会包庇那个哈马斯啦，卡达嘛，对不对？那沙特阿拉伯以前包庇宾拉登啊，不是吗？这个可是他们现在打以色列实在是没有诱因呐，所以我认为川普这个判断是对的，该卖就卖啦，还管什么以色列？所以为什么他没去？对不对？那以色列也干了一件事啊，美国也不讲话啊，以色列说他加沙不会撤军啊，对啊，对不对？美国也没有讲话哦。所以我们彼此干了一件对方讨厌的事啊，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你如果不卖，沙特阿拉伯真的就去跟中国卖了，是，所以你要权衡嘛，所以我估计他是卖了啦，他没有列细项嘛，没有，对不对？他说先进的军事装备1420亿，1420亿没有好的飞机，我实在难以想象啊。那怎么那么贵呢？对不对啊？所以坦白讲，那个沙特阿拉伯还要跟中国买驱逐舰呢。你美国要不要卖？美国没有舰卖。我知道了，就是说你如果不卖，中国就来了啦。对啦，而且他跟中国关系也蛮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他的眼光真的就是在抢生意啦。那你也不要以为他对叙利亚解除了那个制裁。就是对不起以色列，也不是这样啦。那个叙利亚那个新掌权的，事实上跟以色列最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有默契的啦。那搞不好以后你搞不好还会看到他儿子跑到加沙要去盖不动产我认为看川普最准的就是钱你从这个角度看，不要从地缘政治思考。更不要从什么意识形态，他这2个都没有了。对，答对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都不重要了，有没有钱呢？
就是以前要看懂国际政治，我要去念那种国际关系法，念外交，对不对？现在不用，我现在就是念商业，然后念商业投资、企业管理。请教申峰老师这样子怎么看？这个看川普，除了说不要看地缘政治的，不需要太讲究，也不是不要看的，也不要去看什么意识形态，但是他对一个国家是有包袱的，那叫以色列。你可以到现在为止，他敢冒天下大不韪，就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大力的去铲除所有对以色列所谓的是对反犹主义的学生，对，他的，而且那个手段之残酷啊，那个之无情啊，那什么学术自由什么，通通都放到一边去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他这一次没有去扯很多原因，他有一个，他希望把这个事情单纯化，因为这一次在整个全球贸易战里面，大家都骂他，都打他，然后跟大家对干，唯一的 income 就只有靠这一条。你注意看嘛。他就是唯一的 income 就是靠沙特阿拉伯这一的，他对穆斯林是从来没有好感的。对，他对中东这些穆斯林他是看不起的，真的是看不起，而且发自内心的看不起。所以他第一任一就任的时候就干什么？就这些都是混跟国家也罢是什么的，非常非常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些人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有钱，而这3个国家的钱。还对他讲起来还真是需要，因为这个3个国家的钱，除了投资以外啊，它本身能用到的是有限，而且是未来的。就是说我今天可能有100块，那我100块可能未来我要用到80，那未来是几十年嘛。但是今天我在这里，我就说用个5块钱，剩下的钱要怎么办？需要有出处，最好的出处当然就是哪里？当然就是美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他当然要在这里啊去拿这些。那这3个国家为什么带川普这么好？第一个投其所好，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件，这3个国家有钱而弱小，需要有美国的保护，几十年来也是如此。他们呢各取所需了。那中国呢，在整个的中东里面呢，它不是只有看这3个国家，中国里面是看全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做法里面呢，就是我用促进合作的角度拉拢大家，成为这个区域里面我跟大家共和的一个角色。那美国呢，在整个的中东里面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让你在互斗中起立啊，冲突中起立，获得了平衡者的一个角色。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美国因为几十年来累积下的实力，在中东的发言权跟影响力，那不要轻易去看衰它。但是以中美2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个在中东的角色上是会有变化的。那其中呢，大概这一次大家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这个卡达吧，送了他那一架波音飞机。因为我想一想，当然这个是我纯属猜测的讲法。这一次像波音买的，1100多亿的飞机啊，这多少？这个数字蛮大的，1600多亿，蛮高的一个价。这个时候转手送一个礼物啊，都不过卡达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中间商而已嘛。从佣金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礼物是够便宜的。1600亿送了一架10几亿的飞机，贵吗？一点都不贵啊。那个从整个的世界大佣金的角度看，那简直是小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有面子，面子有面子。所以整个的情势大概就这样，最后呢就是拉美的问题。美国必须承认，拉美已经改变了。就像大家想，美国不投资已久矣，因为也被你们掏空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有一个国家正在尽力的投资拉拢当中。请教一下严老师。我觉得看到川普啊，刚刚前面讲到中国，现在讲到这个中东地区啊，他急于恢复这些贸易投资啊等等，甚至希望这些国家买美国的，譬如说讲这个波音的飞机等等。其实川普在2月份啊，就通过了一个行政命令暂缓实施美国已经实施接近50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联邦的贪腐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条款啊。那就是说，过去美国是不希望美国的企业到任何地方投资的时候去花钱去买贿赂当地的官员。可是美国川普说，
我发现这样子不公平别的国家都在贿赂，所以我要拿掉这个所以我要拿掉这个，所以我现在看起来显然卡达就是知道你是这个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做生意来讲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好像守贞别的国家都不做，那为什么呢？所以他就说暂缓实施180天，你看从2月到8月所以这个是一个空窗期，就是让美国的企业可以到他们想卖地方去贿赂，然后抢单，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一次川普，他当然还是有一些，就是你不能不说他有一个能耐，就是今天要求叙利亚说，你也要加入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未来也是要承认以色列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让以色列的这个敌对的这个势力是越来越孤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然后就是要求叙利亚来这个控制不要让这个 IS 伊斯兰国再形成一个威胁。那其实大概都还是叙利亚可以接受，那美国就解除对它的禁制。那当然，海湾这三个国家，它是跟叙利亚是在沙乌地间的，包括刚刚前面提的卡达也好，或者说这个阿布达比这个是阿联酋也好，都事实上都是有钱的，要花钱，你要去贿赂他们，我觉得那也是很容易就是中东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贿赂是一种文化。美国他说我现在搞清楚了，这个不叫贿赂，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要这么做。那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就是这3个海湾国家过去包括卡达跟沙乌地中间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呢，就是被美国这样整合一下，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以色列在中东是越来越安全。所以今天你不去以色列访问，其实也还好。而且如果你今天只是去了以色列，又去了这么多国家，那这个以色列重要性也低下来。你要去以色列，就单独去以色列，来凸显美国跟以色列的关系比较重要。好。接下来呢，看完了中东这边，我们要看哪里？回到了亚洲，南亚这里欢乐了！我告诉你，没有想到这印巴打完之后，媒体标题喜事商办，为什么会这样写呢？因为其实在这一仗当中，大家都想说，这个印度是不是他可能空优会被打掉，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巴基斯坦这边作战能力确实就是4维度的作战比较厉害嘛。结果呢，不得了，人家印度宣布全国举行为期10天庆祝活动，庆祝什么？庆祝对巴基斯坦作战大胜，而且呢，我觉得很妙他们不但有游行，然后甚至呢，他们还会有摩托车、花车的巡游，还会有聚会。那当然呀，象征爱国嘛，鼓励大家爱国，还会有升旗仪式。那甚至呢，他们还有一个蛋糕店推出了辛多尔行动的专属蛋糕，里面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是标风战机耶，就是我们刚刚说是好像被打下来那个标风战机耶，旁边是 S-400，也是说巴基斯坦说他打到的 S-400耶，他们把它做成了专属蛋糕，旁边就是写了一个大胜利嘛，就这一次的这个活动，然后就说 salute 是一个大胜利这样子。那看起来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莫迪当然呢也赶紧来到了前线，要好好的闹军。可问题是，他在讲的跟实际地方上面播的不太一样。好，包括什么？包括印度媒体自己证实了，说 S-400当时的操作员确实是殉职了，而他的家人呢没有接受到慰问，所以引发了争议。但是呢，莫迪的讲法不一样，听听莫迪怎么说。भारत की इस कार्रवाई से पाकिस्तान घोर निराशा में गिर गया, हताशा में गिर गया, बौखला गया। पाकिस्तान के ड्रोन्स, पाकिस्तान की मिसाइलें भारत के सामने तिनके की बिखर गई। 好，他讲法是说呢，其实巴基斯坦吓歪了，我告诉你。然后呢，他们的驻华大使是发文说赢麻了，有没有？驻华大使馆这边讲说是赢麻了，气焰非常的高涨。但是呢，回过头，在他们国会里面的印度议员讲的话不太一样，来听听他怎么讲。आपने बोला था ना, अब की बार 400 पार बोला था, खेल शुरू हो गया था सर, खेला हो शुरू हुआ ना, खेल तो बहुत सा खेल है सर, चू कित कित भी खेल है, चू कित कित में चू धरा 400 में, कि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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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कित।
莫迪的表情呢也是蛮迷因图的哈。反正就是他们在内部只有2种不同的讲法啦。那你再看军事专家怎么讲？好，军事专家中间这一位，他的讲法是这样，大家来听听看。他的讲法是说呢，其实这一次巴基斯坦确实看起来是打得还不错啊，他呢比中国更懂得怎么使用中国的武器。所以，你看这个迷之讲法喽。如果在中国跟巴基斯坦之中选一个对手，我更愿意选择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实战经验，而巴基斯坦驾驶战机的经验呢，其实是更丰富的。所以他意思就是中制的战机，但是巴基斯坦人会开得比中国人来得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啦。但反正这一次呢，基本上印度呢，他们是为期10天，全国大放假，要庆祝这么一个胜利的行动。可是内部还是有一些微微隐忧，因为现在发现了。左边才刚结束，怎么右边又来了哈？这是孟加拉，孟加拉现在说补刀了，原因是因为他们首席顾问呢，现在试图要邀请中国在他们的周边这边建一个大型的居民2用机场。直接看地图吧，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呢，其实就是在大概是这个地方要来盖机场。那中间的这个细的一个有没有？这个叫做西里古里走廊。原则上啦，你要听阿萨姆红茶有没有很有名啊？先前也常常在闹的那个，就是在这里。这个东北6邦呢，其实要通过这个细的走道，才有办法进到跟印度做连接。那你要让中国在这边盖机场，那我这个走道以后是要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对印度来说，它算是一个微微隐忧啊。你左边巴基斯坦我才刚结束而已，右边孟加拉你又来闹，那就让印度会觉得说，哎呦，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左右边都有点受敌的感觉？而现在呢，印度看起来除了说对巴基斯坦这边没有嘴软之外，对于美国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实际的反制行动？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先前跑到了美国去跟川普说啊，我们什么都不收啦，拜托你不要这样对我。结果呢，还是被收了关税，对吧？所以现在呢，要打脸川普，对他征报复性关税，加上否认用贸易来换印巴停火。因为川普呢跟人家讲。说为什么他们会停火？是因为我跟他讲说你不停火，我就不跟你们做生意。印度才停火，印度人对这件事情其实很生气，说我们有自主权什么你叫我停火我就停火，不是这样讲吧？另一件事情呢，是在关税上面，据说呢，现在已经到 WTO 这边来提案了，就强调你呢对我收的那些关税，我会用其他的方式把你收回来。反正是什么？我们要维护自身利益，展现自己的勇气。好，印度呢绝对不会软。来，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很多人讲说印度人看爱领住啦，那这一回你怎么样来看这个为期10天的庆祝活动？本来也不是说他特别爱面子啦，因为打赢他的又不是中国。巴基斯坦这次是第6次冲突，对，以前巴基斯坦都是被他按在地上摩擦的啊，前5次啊，是啊，所以他这次怎么能够承认打败？打败整个民心就散了，而且这一次是巴基斯坦用数据分享的远距作战方法打败他，所以严格如果承认，那岂不是没有空优了？但这问题很严重对不对？所以他不能承认啊。其实坦白说啦，是我们现在的网络媒体太发达，不然过去人类的各种作战，你在第一时间知道的都是打胜仗啊，你的国家都会骗你啦，那会隔一阵子你才知道真相啦，不都是这样啦。那南亚印度本来就是霸主嘛，他怎么可能让这个霸主的形象破灭啊？那坦白说，孟加拉跟他关系不好也没什么啊，因为他也是穆斯林啊。对，印度处理穆斯林，尤其是莫迪就处理的特别差嘛，因为他是印度教，印度教这个压迫穆斯林在印度是非常明显的嘛，尤其在莫迪上来之后啊，所以孟加拉这个新任的领导人本来就有意要拉近中国的力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也不是现在才发生啦，只是说你现在正是我这个心理最脆弱的时候，又让我发现有这件事在发生啊，那就发作了啊。那对美国也是一样啊，就是我跟巴基斯坦打得不顺，那我自己要当头说，哎，我来处理这个斡旋调停的工作，结果你川普跳出来说你搞定了，对，你又让莫迪没面子啦。莫迪是
我觉得他是不敢打了啦，可是他又不能承认，所以他就要装出一副，其实我是爱好和平的，不想让大家再受伤太重，所以要出来当东道主嘛，结果川普跳出来说我已经搞定了，所以你让他两边都不是滋味嘛，就是这样啊。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印度空前的问题啦，所以为什么国会有这么多议员在指责他啦？就是而且正风有一批是今年4月才签的约，不然怎么会有那条歌？刚买了飞机被打了，因为你才刚买啊，其实也不是正风不好，而是打的方式，人家已经到另外一个 dimension 了。所以这个不是单机对打的问题嘛，可是这个印度要追上用数据分享的远距空战，这个调整可累了，因为它一直都是联合国军备，什么都有啊。你如果都要改成美制的，你会得罪俄罗斯啊。它目前的军备有60%是俄罗斯的啊，你 S-400你怎么能换？你要换成美国的爱国者吗？你这会得罪人呢。那预警机他们用以色列的，英国用飞弹，法国买他的飞机，联合国嘛。那你现在要改成美式装备，我认为这个至少要5年以上，才有办法建立那个数据分享的战法。所以他当然就会焦虑啊，这没有办法啊。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呢，这让印度人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是如果你去看那个美国，比如说，有一些网站他们会分析空军的实力等等的，印度排很前面呢，还比中国还要来的前面呢。所以印度一直引以为傲，就是说，你看我每一个战机都很厉害啊，我还有航母，我可以自制啊，我海陆空都很好。可这仗打下来，确实让他们内部有很多人发现，跟我原本想的不太一样。但即便如此，还是庆祝10天。我们等等回来继续说。好，我们提到了印度这个民族，其实还蛮特别的。来请教一下顺峰老师，怎么样来看他们现在的一些观点？有人说了，世界有印度，人类有欢乐了，就是我看得出来，真的是这样。你一个民族这么欢乐的，真的很少。所以毛泽东在1962年呢，中印之战打完了，他的讲这个在打之前呢，我说我想了10天10夜，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印度要来打中国。他就想了10天10夜，然后他一打，就垮了。你看他那个好，刚刚我们谈到宝莱坞的电影，请各位观众注意，宝莱坞的印度的电影，不管是惊悚片、侦探片、欢乐片、不管什么片，其中一定有几十分钟的欢乐啊，跳舞啊，大家很高兴这样子。这事实上，那这是很奇特的民族啊，我觉得。那我们来看看呢，现在我在看到莫迪老先呢跟川普2个有共同的性格，都盐麻的。就川普到现在为止，每天的这个什么白宫的日报里啊，104次盐麻的，106次盐麻的，这2个差不多啊。可是话讲，为什么这个国家这样的性格？地理啊，造就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的性格。一个地缘上几乎没有对手，他旁边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对他的生存有压力的，所有对他的压力都是从外来，从阿富汗这个3国进来啊，来统治他，外部他没有任何的压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我常常讲一句话，他只要不去折腾别人了，他要怎么折腾自己啊，我们没意见。不是吗？他只要不去折腾别人，他怎么做？我们真的没意见。他真的是蛮会折腾自己的。地缘政治上确实啊，因为对中这边，它基本上有一些天然的屏障嘛，旁边小国比较多。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来看现在在南亚的地缘局势等等，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做总结。节目最后，请严老师总结。我们刚在广告的时候有提到说印度其实它的这个
安全性还不错啊。可是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地图里头，在东北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走廊，只有17公里到它的阿萨姆省。阿萨姆省就台湾大家最熟悉的，所有的好的茶叶都从那边来。但是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去新德里啊，然后在一个华人的餐厅吃饭，然后他们就介绍一个人说。他是从东北来，我以为是大陆东北，不是，是印度东北，就是这里印度东北人跟华人长得一模一样哦，真的、所以他们会担心哦，因为这个地方的人种长得比较像中国。如果今天中国在这个地方搞一个卡住他们的话，不是说就是以族群认同的脸，当然不会。但是毕竟这个不是主要的印度的人种，所以印度会担心啊。那我觉得孟加拉当年从巴基斯坦独立的时候，其实印度是帮了很大的忙，让他能够1971年独立出来。可是看起来印度对这个穆斯林并不是很友善，对孟加拉也不是很友善。